我是 XD8动5航班的副驾驶程潇。在郭先生第一次发病后，我曾在江机长的授权下联络了塞贡区域管制，对方立即协调备降。机长，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要不要备降？乘务长，我们现在准备备降，请马上做好安抚旅客的工作。好，知道了。通知塞贡管制，汇报航班情况，说明备降需求。在我们等待协调的时间里，江机长让我去客舱查看一下病人的情况。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好。我发现病人情况的确是有好转。后来我回到驾驶舱，江机长已经做了决定，继续直飞新加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提及塞贡机场关闭的任何相关信息。江机长给的解释是，在我离开驾驶舱的这段时间里，管制发来的通知。但是当我回到驾驶舱，我亲耳听到江机长对管制说 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可是这句话在我们听到的陆空通话完整录音里是没有的，因此我认为这段录音真实性存疑。审判长，关于录音是否真实性的问题跟本案毫无关联，我申请法庭排除这位证人。原告希望江涛机长解释为什么改掉了当天的陆空对话录音，他是在逃避什么？请被告律师继续质证。请问证人，你跟江涛机长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上司。在去年6月14号发生的跑道冲突事件当中，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冲突？这与本案无关。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冲突？请证人回答。有过。那请问证人，你是否因为与江机长之间的冲突一直心怀芥蒂？没有。审判长，证人与我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证人完全有理由因为私人的恩怨来陷害我的当事人，因此他的证词不能单独的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及代理人还有无其他的质证意见？我没有质证意见了。请证人退庭。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出去透口气儿。审判长，我方申请第2名证人出庭，就录音证据存疑的问题作证。请证人出庭。这位证人是陆州航空飞行部的副部长，在陆航任职多年，对于飞行部的每一位同事都非常的熟悉。在副驾驶程潇向我汇报陆空对话的录音有问题后，我最初抱着存疑的态度，并主动去塞贡查证了原始录音文件，并没发现问题。
但是后来，我分别接触了805航班机组的观察员林依成，以及机长江涛。林依成对我问到的录音问题避而不答，心绪犹豫；江机长则拒绝了我申请发出公函，向事发时在塞贡上方盘旋的2位外航机长取得证词的提议。就在3天前，我分别找到了当时在塞贡机场上方盘旋的2位外航机长，其中1位机长亲口说出，当时塞贡机场没有关闭。那请问郭南平先生，那2位外航的机长是否能够出庭作证，来证实你的说法？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出庭作证。对方主张录音系伪造，请问有无证据予以证明？没有。那请问证人，你跟我当事人江涛是否在竞争陆航副总一职？是的。那你是否想成为陆航的副总？是的。审判长，原告并未拿出修改录音的实证，而这位证人所谓的见闻也没有当事人可以证实，并且被告和证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具有任何证明力。怎么办啊？Hello, Captain Camille. Hi, Captain Gu. I have changed my mind. Thank you. But the trial has already begun. 审判长，我方申请证人出庭来陈述当时发生在机舱里的真实情况。请证人出庭。我是那天航班的观察员。郭先生发病以后，我们机舱第一时间向塞贡机场申请了备降。此后，程潇离开了机舱，去观察病人的状况。我们接到了塞贡机场的管制消息。管制消息说，一成哥，将来兜兜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你说他会怎么想？一成，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在我的印象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也是个善良诚实的人。管制通知说，哦，对了，还有件事儿，兜兜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我找人去问过了，没问题。谢谢姐夫。
塞贡机场可以备降。与此同时，管制员还说，有2架飞机正在盘旋等待，让我们尽快降落。请问证人，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陆空对话，管制通知你们塞贡机场关闭，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没有。那请问证人，在陆航召开的805航班的紧急医学事件的调查会上，你是如何陈述的？请证人回答。我当时，根据会议的记录记载，观察员林依晨说：“我们没有去备降，一方面是因为病人的情况转危为安，另一方面我们接到通知，附近唯一可以备降的塞贡机场，当时因特殊情况暂时关闭了跑道。”是你说的吧？是，但这不是事实。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在调查会上说的是谎言？你是不是在说谎？我当时考虑到公司的利益，我是说了谎。那你现在是不是也在说谎？审判长，这位证人的证言和他在公司调查会上的陈述前后是矛盾的。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足以采信。双方对举证、质证还有无意见要补充？我没有意见了。没有意见需要补充。请证人退庭。审判长，天哪，林依晨居然站在我们这边了！依晨哥。谢谢你，只是可能没有什么用。Thank you. And the trial has already begun. Oh, really? But I'm already at the Lujora post. What? Why didn't you tell me? Where I come from, it's called romance.《审判长，我方申请第3名证人出庭作证。My name is Camille Ferraud, and I'm a captain from Emirates Airlines. 我是来自米勒航空的机长 Camille Ferraud。事发时，我正准备加入进场程序，听到管制和 XD805航班沟通，
and let us as well the Gansa flight. 管制同意了他们的备降申请， So to give away 并指挥我的航班和一架高沙航空的航班盘旋等待，避让准备备降的 XD805。 大约5分钟后，我听到陆航机长告诉管制，病人情况已经好转。他决定直飞新加坡，取消备降。我就重新加入了进场程序。所以当时塞贡机场是否关闭了跑道？ So did Saigon Airport close the runway at that time? It wasn't closed. 没有关闭。Thank you, Captain Camille. You're welcome. You must be that co-pilot. My name is Chen Xiao. Nice to meet you. Very nice to meet you. Camille, why did you change your mind? Well, after you left, I went back to the hotel. And I heard my co-pilot said that you was looking for me in the countryside for 2 days and 2 nights. So I thought, which airlines couple have this common face? You see, I once thought my husband and I really loved each other. But in the end, he didn't want me to fly. He just wanted me to go home and take care of our child. Later on, we divorced. After that, I never found another person who could truly appreciate me and support me. That's why I decided to be a witness. I really envy you. Of course,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courage to pursue the truth. So I decided to be a witness. Thank you. Thank you, Camille. My pleasure. Thank you. Thank you. I'm going to pick up my luggage. See you. See you later. See you. 现在我们几个人的证词，法官能采信的，可能只有Camille的了。所以最后结果怎么样，还是不好说。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有我，有这么多人都在支持你。法庭辩论结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第93条的规定，现在进行法庭调解。调解必须双方自愿，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由本庭组织双方对本案纠纷进行调解？谢谢就好了，我们不会说的。我愿意接受调解。主判长，我要跟我的当事人商量一下。你为什么要接受调解？法官判我们败诉的概率是极低的，就算是证实了篡改录音，那也是航班之后发生的事情，与你在航班上做的决策是毫无关系的。你跟陆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你再考虑一下。
郭先生，我愿意公开向您道歉，赔偿您的损失。我方同意接受调解。和解了，太难得了，是江部长提出的和解，同意道歉了。程局长，谢谢，谢谢你。谢谢。早点回去休息吧，爸很担心你。你就那么喜欢当飞行员吗？非当不可。对。方律师，原告律师已经在休息室等您了。So, it's time for me to let you meet. Have you arranged your schedule for these days? Do you need a tour guide? It's a camp from you, but it's okay. Has a flight to China a lot before. It's not difficult for me to set things around. Look, I have even rent my car on a high. It's so convenient. Good choice. Thank you. Then we'll go visit you in France. With pleasure. And Sheng Xiao, I wish you to become pilot and just keep flying like me. Bye-bye. Take care. I'll to get back. Please send me the ticket. I'll pay it. I won't forget that. Believe me. Sure. Okay, thank you. Take care of yourself. Au Bye. revoir. Bye-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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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亭哥、程小姐，你们是我见过最勇敢的陆航人，我会以你们为榜样的。我们先回去吧。啊，哎呦，我都快饿死了！走，赶紧回家做饭去。今天一定要做顿好的庆祝一下。哎，你们不邀请我啊？什么？我听不见了。拜拜。走吧，我送你。谢谢你。哦，不，应该是对不起。本来这件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现在把你连累了。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
我愿意为你这么做。程潇，我有话要跟你说。等一下。战哥，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也让你为难了。我没站在你这边，是我应该抱歉才对。你是为了我好，我知道。我一直都是站在我的角度来对你好，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想要什么。别，你快别这么说。陈潇，有件事情，我一直想当面对你说。你说。我喜欢你，挺久了。其实我知道，你早就看出来了，而且你也用你的方式拒绝了我。我能说出来，就证明我已经放下了。我怎么也得当面表达一次啊，要不然也太不男人了。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表白了吗？短时间内，我恐怕还不能很轻松地面对你们。不过我希望，以后我们还能做回朋友。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祝贺的拥抱，不会这么吝啬吧？那我先走了。谢谢你。一战他，我哥们儿。怎么了？走吧。我有话要跟你说。陈潇。走，给我回青岛。哎，你干什么呀？你干嘛要逼我呢？你别以为今天的官司让你很满意，可是你觉得你在陆航还能待得下去吗？就算公司开除我，我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天。为什么要做这种没有意义的坚持？陈潇，能不能体面一些？阿姨，其实公司也未必就会决定。闭嘴！我在跟我的女儿说话。方律师，就算陆航开除我，我也会去别的航空公司应聘，一家不收我，我找第二家、第三家。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死我也要做飞行员。妈！徐总，
是我连累了公司，我愿意自己出钱赔偿逝者的家属，并接受公司对我的任何处罚。塞贡空管局的舞弊情况已经上报给了当地监管，你要如实的配合他们的调查。明天公司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你的处理决定会在会上公布。患者的血压已降下来了。经过检查呢，没发现脑血管病并发症，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医生，那为什么他还没醒啊？患者刚用了药，要多休息。哎，你们千万注意，不要刺激患者的情绪。谢谢医生。楼下只有这个，我让店家热了一下。谢谢。吃点吧，你还要照顾阿姨呢。明天的发布会，你要不就别去了。我要参加，我要亲眼看到江部长道歉。然后，我想请几天假。我会安排好。通知你父亲了吗？他在来的路上。你路上也累了，去我那儿休息吧，我在这儿盯着。你妈在哪儿，我在哪儿。小熊啊，你明天还要去公司，早点休息吧。是我不好。没事了，早点休息吧。我代表陆航，对我们尊敬的旅客郭小亮先生的不幸逝世
致以最深切的哀悼。经过董事会决定，我们将给予郭老先生一家人100万元人民币的慰问金，以此来表达我们最深的歉意。通过这一次事件，我们陆航也发现了我们自身存在的很多问题。日后呢，我们将引以为戒，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请大家监督，谢谢大家。另外呢，对于江涛篡改陆空对话记录的行为，公司将予以最严厉的惩罚。从今天起，撤销其所有职务。经民航局决定，吊销江涛商用和航线驾驶员执照，终身停飞。首先，我要向郭晓亮先生的父母道歉。公司给予他们100万的赔偿，我申请由我个人来承担。希望能够获得你们的谅解。另外，陆航的领导同事们，一名机长虽然被赋予最终的选择权，但我心里清楚，我没有尽到一个机长的责任，没有把旅客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而是掺杂了我的私心，甚至做出了掩盖真相的举动。我损坏了公司的声誉，玷污了飞行员的形象。对此我感到愧疚。对不起各位。昨天我看到你们俩出现在法庭上，我对你们俩由衷的钦佩。一个是我看好的未来的顶梁柱，一个是我看好的女飞的代表。在这一次的事件里，我看到了你们俩和林依晨的坚持，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庆幸。没想到我们陆航年轻的一代仍然能够坚守最正直、最诚信的品格。谢谢徐总的理解。南田啊，江涛的职务被撤销以后，接下来飞行部部长的职位由你来接手。另外呢，公司副总这个位置呢，现在就剩下你和小尼来竞争了。由于这次事件的节外生枝呢，所以当选名单会改在下个月来公布。加油！谢谢徐总的信任。不过，我想申请退出副总的竞选。为什么？方律师在法庭上对我的质疑是具有代表性的。眼下的陆航需要的是团结振作，而不是猜疑对立。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呢，这么做的话，会不会让你太委屈了？我的做法终究对公司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行吧，这事儿再让我考虑考虑。另外，程潇，你的停飞正式撤销。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调整好你的状态，继续飞行。我一直都很看好你。谢谢徐总。怎么了？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吗？他家里有人生病住院了。哦，情况怎么样？这样，现在赶紧把手里的工作停下来，先去医院陪家人吧。只有家庭稳定了，才能更加安心的投入工作，才能更安全的飞行。去吧。爸，怎么样啊？感觉好点没？啊，小小，刚才大夫说想换一个新药，你跟我一起去问问什么情况。小袁，一会儿自己吃啊。爸，你们去哪儿啊？怎么了？小小啊，其实有一件事，爸爸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可现在你妈妈这个样子，我思前想后啊，还是应该让你知道。
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怎么会这样？你不是一直不理解他不让你当飞行员吗？其实他不是看不起这份工作，他是很怕失去。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妈妈那么强的性格，不准我说。她也不想让你知道她脆弱的一面。刚开始，她还能定期的去看心理医生，定时服药。后来就不看了。原来我还以为啊，也许时间能抚平一切创伤。可没想到，你高考志愿填的却是飞行员。你妈妈因为是生病了，所以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明明想为你好，可结果呢，却做出了很多让你难过的事情。尤其那次从潞州回来，她好几天都没有出门，把自己一人关在家里。她真的很在乎你。爸，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肠胃炎犯了，我一个人在家，我给我妈打电话，她说你自己找点药吃吧。当时我就想，这要是别人家的妈妈知道自己孩子哪怕感冒生病难受什么的，那不得急成什么样了都。后来我不是晕倒了吗？要不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我小命都快没了。你错怪你妈妈了，那件事我记得。其实送你到医院的是你妈妈，因为当时她正在准备一个很重要的庭审，你还没醒过来就被叫走了。小小啊，我们是一家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我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只是你妈妈现在病了，有什么事啊，好好跟她说，好不好？哎，小云啊，你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大病，干嘛又要住在这儿啊？大夫说了，要再观察2天。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小云，妈，我新装修的房子你还没去过呢，你去我那儿住2天吧。我不敢，我怕碍人的眼。妈，之前是我不好，你就原谅我一次呗。小云，你听潇潇都这么说了，去住2天，散散心。我的行李还在酒店呢。哎，我去拿，我去拿。哟，顾部长，叔叔，来里边请。阿姨，这不是拉你下属手的领导吗？
妈。阿姨，我叫顾南亭，是程潇的朋友。祝您早日康复。那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啊，这就走了？哎，潇潇，你送顾部长，我有钥匙，咱们家里见。那我先走了。走吧。刚刚不好意思啊，我妈她没事的。你认识我爸？上次叔叔来的时候见过。他找过你？嗯。所以你是之前就知道我妈的病情？听叔叔提过。他那次来呢，是想让我帮忙，劝你离开飞行。我猜你没有答应。我没有权利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热爱，更何况是你。在法院，你说有话要跟我讲。没什么，回头再跟你说吧。江部长，今天有空吗？我想见你一面。江部长，没想到你们还愿意来见我。未来你有什么打算？也许是飞得太久了，飞得太远了，有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的起点。我的起点就在这儿啊。20年前，这儿啊，只是一个填海造的小机场。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往那个方向。这是一条特别短的跑道。我第一次单飞，就是在这儿。18岁入行，我也是一个一心只爱飞翔的人。
虽然我们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意见，但你们都有我喜欢的地方。在你们的身上，我能看到我从前的影子，看到那个一心热爱飞行的少年。只是后来，慢慢的，就搞错了自己的航向。老谢的退飞演讲让我汗颜。当年同一个英雄机组出来的，看看人家，一直保留着一个飞行员最纯粹的信念，从来没有被时间磨掉。我今天，我并不是来搞抒情告别的。这里面呢，有关于咱们飞行部未来发展计划，我用了挺长时间梳理和总结出来的，还有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你不是搞了一个新的安全体系吗？我给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写的挺仓促的。你愿意呢，你就看一眼。南婷，其实我欣赏你，要更甚于你战，因为只有在你身上，我才能看到我没有的东西。但说实话，我不希望你成为陆航的副总，你太仁慈，太刚硬。只有倪战那样的，他才能让陆航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更进一步。但陆航的飞行部你来管理，我非常安心。二位好运。江部长，江部长，二位机长，喜乐平安。你要不要再延长几天假期？先把你妈妈的事情处理好。可是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呢。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在加州海边，一位飞行员逝世的事吗？他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人。他走后，我情绪低迷了很长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连飞机的声音都不能听。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就要告别飞行了。后来家人、朋友、谢部长都来劝我，我也同意了，接受专业的心理疏导。大概过了半年多时间吧。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可以坐进驾驶舱。所以阿姨的病，还是得让她尝试专业的治疗。我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心理医生，他就是专门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会有用吗？为了阿姨，为了你，值得试一下。
可以了。什么？差不多了。哎呀，这个人老了以后啊，这头发啊就越来越少了，吹一吹啊就干了。哪里老了？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都是你送我去上学，我坐在你自行车后面，就看到你的头发又长又密的甩来甩去，香喷喷的。有一次你起步太快，把我都甩出去了，我跑了2个路口才追上你。你都还记得呀？后来，我就成了律所合伙人。我记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把头发给剪短了，就再也没有留长过，也再也没有带过你，对吧？这些年呢，我就忙着赚钱了，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我有时候老在想，我是一个多么让人讨厌的妈妈呀！没有，是我不好，老跟你作对，惹你生气，都没好好跟你说过话。以前我总觉得你不喜欢我，也不认可我，还喜欢用你的方式来控制我。那会儿选择出去学飞行，的确有点要逃避你的意思。我就想着你越不喜欢我飞，我就越要飞，而且还要让你知道我可以做得很好，让你认可我。后来飞久了，飞行都融入我生命了。我真的很热爱它。知道你想让我过正常安稳的生活，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让我放弃飞行。妈，我认识一个特别厉害的医生，我陪你去看看吧。我们去要是没有效果的话，我答应你，放弃飞行。我又没什么毛病，为什么要去看医生？